你觉得并不算是一种病，谁没打过呼噜呀？是我们这个进化的一个 bug， 但是却时刻威胁着我们的健康。中风啊，高血压，有的认知犯傻。我们为什么会打呼噜？打呼噜又是怎么引发诸多疾病的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要命的呼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舒尔佳减脂减肥，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李宇飞。大家来看我身边的这个题板，什么冠心病啊、夜间的心绞痛、心肌梗死等等，这上面列出的疾病都和我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有关系。那说到这儿，大家就会问了，你今天到底要说的是一个什么病呢？就是打呼噜。有这样一个数字和大家分享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就说呢，全世界有27%的人都有睡眠问题，而这其中，全世界每天都会有3000人因为打鼾而导致死亡。难道打呼噜有那么严重？它怎么会引发这么多的问题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2位专家来解答大家心中的疑问。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王雷，以及北京大学第3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徐顺林，有请2位医生。你好，王医生，欢迎欢迎。哎，你好，欢迎啊，欢迎徐博士，欢迎2位。从23岁开始，我们的肺功能就开始退化，正确的呼吸训练是唯一对抗肺部衰老的方法。冠心病、脑出血、糖尿病、心律失常，这都是归属于不同系统的严重疾病。您知道它们有个共同的可能病因吗？对，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看似平常的打呼噜，极可能成为致命的杀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它。我是王雷。关注呼吸，关注肺的健康。我是徐顺林。哎呀，今天一说这个打呼噜呢，大家最开始的表情是觉得，谁没打过呼噜呀？但是数字一说出来，大家又觉得哇，吓了一跳。所以首先的疑问就是，打呼噜有那么可怕吗？是不是说的稍微有点夸张了？10几年前，我们在病房里收了一位老人，一位老太太，就发现她的血糖始终控制不好，血压也超级高，血压用2、3种的药物，血糖呢也打着胰岛素，还要再加药物。始终我们给他调来调去，也给他请会诊，问题解决的都不是这么好。就有一天中午的时候，大家都在休息，正好我就是查房，就听到老太太的呼噜，我就在那儿站着看了一会儿，然后就觉着她中间有暂停，我就给她做了个检查，然后就发现她是个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所以就给她带了呼吸机。带上呼吸机之后，她第2天的这血压好多了，血糖也降下来了。就是从这个病人呢，我才慢慢就发现，就是我们很多病可能还有些内在更深层的这些病因。所以我们是心脏科大夫，经常在门诊发现有的病人放了1个支架，回家也锻炼，也吃得很素，什么管理都很好，也没什么原因，怎么后来放2个呢？后来放5个呢？放10个呢？什么原因呢？然后就这么问，哦，我说你也得打呼吗？哦，打呼。家里人说他打呼，打得很厉害。我说打呼有暂停吗？有。后来经过检测，这么一个病人夜里呼吸暂停达到2分钟，119秒，就是在这2分钟当中，他不吸氧，气儿都断了。在这种缺氧的情况下，你说人心脑血管能没有病吗？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白天我们大家喘气儿都挺正常的，没听见有人白天喘气儿会打呼噜的，对吧？是最多也就是呼吸声。为什么一到晚上睡觉，这个喘气儿就变成了打呼噜呢？这个打呼噜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我们有请王医生呢，结合一个道具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就结合这个道具来给大家讲一下。这是半张脸，翻过来呢，大家可以看，这是鼻子，这是我们的口腔。这就是悬雍垂，我们常说的小舌头，大家张大嘴可以看到小舌头是在这儿。这是我们的气道，这是我们站的时候，当我们躺下的时候，
躺下的时候，我们的舌头就会往后坠。我们正常人瘦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舌头虽然往后坠了，但是它不至于压迫我们的气道。但是有一部分人，或者是由于先天结构的改变，或由于肥胖，然后或者年纪大了，局部的组织松弛了，他的舌头呢就要下坠，包括周围的这些组织都有可能是往下坠。坠了之后，就有可能一坠把我们的气道压死了。而当一旦堵的面积非常大，导致了我们的血氧比正常的基线下降90%，然后它的呼吸暂停时间超过10秒钟，这时候就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诊断就成立了，就是给它堵死了，就完全堵死，气儿都过不去了。对，这就但是如果还能有一部分能过去，像您说的形成一个震动涡流，就会出现打呼噜的声音。对，人入睡之后，全身的肌肉都会松弛，喉部肌肉也不例外。松弛的肌肉和悬雍垂会向下压迫气道，使气道变得狭窄。当气流通过狭窄气道时，会产生震动的涡流，这种震动发出的声音就是我们熟悉的打呼噜了。而当喉部肌肉松弛到完全压迫气道，使得气流无法通过时，就产生了呼吸暂停的现象。这个小道具是用来就是模拟打呼噜的这个情况吗？要不刘帅来给试一下吧。这小朋友都会玩的一个玩具。对。来吹一下，我看。对，所以那根管子就像一个正常就是我们的呼吸气道一样。那如果被堵住了，哦呀，那整个就憋住了，就噎回去了。你看就是这样子，这就是这个气道的所有的气道里边，当被压住了以后，这样就可能打呼噜的声音大。完全捏死了以后，这个暂停就出现了啊。问一下刘帅，被捏住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就是特别憋得慌。感觉就是好像有人掐住你的喉咙，掐住你的气道一样那种感觉，然后就一下就往回吸了这口气。窒息感。对，那种窒息感。对。好，谢谢刘帅，他描述的还是挺准确的，送给你了哈。哎，那我问大家，刚才王医生跟我们解释了，就是为什么会在夜间睡觉的时候人会出现打呼噜的情况，明白？哎，那大家有没有过打呼噜的情况？刚才我在演播室跟他们吹牛，我说打呼噜，就在座的各位没有能打过我的。一到这儿来看，能引发这么多症状，我突然有点后怕，你知道吗？就之前，就是我高中时候，我妈给我讲过一事儿，就是我有的时候睡觉晚上。就是睡觉打呼噜，模仿一下，就是，哎呦，就这样。典型的暂停。哦，你早上起来头疼吗？有时候头疼，就起来，我有的时候还以为是着凉了还是怎么着，就是头疼、嗓子疼。你开会的时候会睡着吗？或看电视？我开车都睡着过。天哪，这严重，这应该对我们来说就比较重了。我真特害怕，我刚才一看那牌子，我真觉得。有点后怕了哈，真的。所以那个别后怕，现在关心这问题还来得及。我今年30岁，大约在3年前吧，当时被诊断为是中度的呼吸暂停，大约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心脏感觉不是特别舒服，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是诊断为左心房偏大，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心律不齐、早搏、易搏这种情况都有。当你在整个夜间睡觉的时候，是为了休息。但你缺氧，缺氧会人体会产生一种紧张。我缺氧了嘛，我要多吸气。你吸不进去，在一个低氧的状态下，我们的人体内部就产生了一种非常紧急的救援措施。比方说交感应激啊，我的好多兴奋毒素啊，你本来是休息的，可是你一缺氧，人体就没有休息。对。如果说你的缺氧时间很长，超过了你的耐受的程度，你的身体已经不能去自救了，那事儿就来了。对。所以说我们在早晨中风啊。高血压，有的认知犯傻，就是我们从认知障碍嘛，对，都是这些由于夜间缺氧导致的。哎，刚才大家这么一分享呢，就引出我们一个新的问题，可能主要是男士啊，2位女士还没有，都有过或多或少有过打呼噜的这种情况。那刚才呢，王医生也讲到呢，造成气道狭窄主要是有4个原因，我们这里呢正好呢总结了一下这4个原因，有请王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第一个原因，首先就是鼻部的原因，鼻炎或者鼻窦炎呀这些造成的，还有鼻息肉，就整个把鼻子堵上了，就是打呼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呢，第二个就是咽部的原因，口咽部，实际是整个都会包括在这里边儿。像有的人舌头比较大，还有的人那个悬雍垂，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小舌头。那个小舌头也容易大对，大舌头、小舌头都大，都大，堵了，堵了。还有的就是扁桃体。前段我遇到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的女性，她来的是看咽部的异物感，我就给她检查了一下，发现她不能叫异物感，她就是确实咽部呢是有2个异物，就2个肿大的扁桃体，表面凹凹凸凸的这样子，就是已经都纤维化的增生的。这就能解释他高血压。当然，高血压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他的睡眠呼吸暂停肯定加重了他的高血压。好，这是咽部。第3个原因是什么呢？第3个原因，流帅可能就是先天性的。先天性的，流帅还行吧。先天性的解剖畸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有些人下巴会特别的小。有过，我见到过，就是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往里面缩，对，甚至还有一种小颌畸形，就是它的这个下颌发育的特别小夸张一点就类似有点长得像小鸟那样子，那种就是一个称为就是先天性的解剖畸形，这种它因为缺少了这个骨性的支撑，所以就容易出问题。第4个就是机能性的原因，就是包括像躺下了以后，人在睡眠的时候，我们全身都是放松的，我们口咽部的气道的这些肌肉，它也是相对是个放松的状态，放松了再一平躺下，往下一坠击，然后就把气道堵上了。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会不会也分成不同的种类型呢？是的，刚才咱们包括。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模型，实际讲的主要的都是阻塞型的，就包括鼻子的、口咽部的，包括我们先天的一些异常或者机能改变等等的。什么叫阻塞型呢？就是我的大脑想工作，但是我这个呼吸道不太给力。还有一种叫做中枢型的，大脑出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可以以前也见过一些像脑血管病的病人，或者外伤之后的病人。他大脑他的呼吸中枢不运动了，就是我们的身体是机能是在的，但是大脑呢，它不像这个你的这些呼吸机去传达这个指令。好多劳动者，他就容易打呼噜，白天用的太多，夜里哗累死了，我不干了，我不指导你的喘气了，你狭窄我也不管你的，暂停了。其实还有一种常见的需要混合型。混合型就刚一开始的时候，混合型的那种。暂停呢，它是开始的时候也阻塞，然后中枢也不传达信息，大脑偷懒不想干，这时候也有我们的信使过去告诉他你得干活，所以一般开始就胸腹开始运动，但是它因为气道的，就比如说下坠的舌头，它就压在那儿的，它就是冲不开它。出差的时候，然后你会听到那个飞机上有人会打呼噜，就是如果他均匀的那样打，对，呼这还好，那叫狭窄，你就习惯了，你知道吧？然后他突然这样，然后我的感觉就是我也跟他一样，就停住了，然后就等着，就像扔靴子一样，等着下一秒他那只呼噜声出来，他又出来了。我考你一个问题，终于又喘气儿了，就是这种感受，我都要憋死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嗷的一声呢？为什么呢？当你这个打呼噜狭窄到了一定的程度，身体觉得不行了，我受不了了，我氧不足了，来一次应激反应，要吸气，因为你吸的那个呼吸是没效的，就这个号的一声，对，所以这就是自救嘛。所以睡觉的人他自己不知道，我们听的人觉得好难受啊！我觉得我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这种感觉就特别替他揪心。可是，一般的人，大家首先对打呼噜这件事儿就不觉得它很严重，这是第一。第二呢，可能尤其是单身人士。他睡着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呀，我有这个问题。然后呢，又没有亲戚朋友来告诉他，他怎么能够知道？哎，我可能存在这种隐患。跟大家讲讲是我怎么发现我爱人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吧。最初刚结婚，我发现他一个最大问题，睡觉不老实。我还被他打过，就突然之间啪来一拳。那都家暴不行啊！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就是那个。就一抡拳头，就这样。当时为什么这个人睡觉这么不老实呢？他晚上他有胸闷，
哦，他晚上有时候2、3点钟他会起来，他觉得胸闷。最初的时候以为说，哎呀，是不是失眠呀？会不会是说最近这有什么事情，心太重啊？是这样子。当我接触了睡眠医学这方面，我觉得它有问题。就是我们自个儿通过症状来看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呢，是有这几个特点。很多人最大的描述呢是早晨起来，我怎么睡得不解乏呢？我昨天晚上一直在睡，甚至有的病人可能他会告诉我们说，他睡得特别沉，别人都叫不醒他。但他早晨起来睡的时间是够的，但是他觉得特别疲劳，头疼、口干舌燥、嗓子疼。第二个就是我睡的时间很长，为什么白天的时候没有精力呢？还有一个就是白天该清醒的时候，他反倒睡着了。刘帅，比如说要再严重的时候，可能我们录着节目，他坐在这儿有半天你没让他说话，他可能自个儿睡着了，有可能这样子。我有一个朋友就这样子，年纪不大，但是比较胖，男士。他呢就是学车半途而废了，钱也交了，但是没学下来。就是教练在他边上发现他在练车的时候睡着了。睡着了。这心有多大呀？学着车学他自个儿不知道，教练发现他睡着了，跟他一说，那个朋友人自个儿特别自觉，后来说我学一半不学了。对，这将来学出来一定是杀手。对，所以有很多的这种对，观察一下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还有一些人会，尤其是老年人会突然发现我晚上小便多了。小便频3次，我们甚至病人告诉我们6次、7次那种都有。还有些人的描述可能是胃食管反流，老反酸，晚上我怎么一张嘴嘴里就是酸的呀？我怎么这胸口这儿这么烧得慌啊？当然有可能本身胃有问题，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晚上打呼噜了。你晚上呼吸暂停的，我们身体非常聪明的，会自救的。就像刚才徐博士说，嗷那一声就是大脑说你赶快喘气儿吧。但是出那嗷那一声，它也不是正常的，它是要我们的胸部和腹部、腹肌都要用力。当你腹肌使劲用力的时候，有可能把你的胃内容物就一下子给你喷上来。好的，所以大家可以对自己呢做一个基本的观察和判断啊，自己有没有可能存在呼吸暂停综合征？如果呢很多症状都符合了，那真的要赶紧去做一下这个检查。包括像刚才咱们说的，长期的血压控制不好，血糖控制不好。突然间心律失常了，都有可能。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到这个打呼噜，你看我们在座的几位啊，像张红老师啊、刘帅啊、东东啊，都分享了一些经历。我观察了一下他们的特点，是不是像胖一点的容易打呼噜，有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我刚才看了看咱们这几位嘉宾啊，就是各有特色。张老师先别介意啊，张老师您属于年龄属于这个我们德高望重的老师，像这种情况下，您高龄相对年纪大了，这是个多发因素，老人容易犯。为什么老人容易犯呢？就是你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谁都对抗不了这个地心的引力啊，就松弛了，松弛，你整体的肌肉的含量啊，肌肉的这种张力呀，都在下降。大的肌肉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这些身体的这些细小的肌肉，它发生的是一样的变化，都是在松弛，包括有些黏膜都会松弛。所以这是一个。刘帅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他是属于喝酒抽烟，对，烟酒这是个高危因素，是出问题的。东东呢，要是说呢，可能也是有点问题，就是他可能就先天确实是下巴这块也是短一点。我是这些情况全占了。你是主动认错，综合型混合型。除了年纪大这事儿啊，除了更年期。对，就什么烟酒，刚才那几个什么喉部、鼻部、咽部。这个要属于畸形的话，还没到畸形，只是偏向一点。长得挺好看的，没有畸形，就结构比人胖而已。谢谢。就是我感觉这些因素还有肥胖，就是都占了。你看胖姐呢，确实就像人如其名，就是胖，确实超重是个问题。
而马老师暂时安全，但是就是女性呢，像我们这个年龄，马上更年期，更年期之后，我再发生这个情况，可能就跟男性是完全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了。对，王老师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呢，我爸是一个打呼噜打了一辈子的人，就是他出差没有人敢住他隔壁，但是我妈就听了一辈子，就觉得哎呀很放松，我爸不打呼噜，我妈还睡不着。但是我妈到了更年期以后就开始打呼噜了，结果我妈打呼噜，我爸睡不着。哦，所以就是女性到更年期之后，她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特别明显。不管男人女人，如果你的肌肉在更年期前后在丢失，随着年龄的增加丢失的话，也包括你咽喉部对它肌肉的控制，它的血流。所以，当女人什么妊激素啊、雌激素啊、卵泡雌激素啊都丢失、辞职不干的时候，你的肌肉丢失会很快，你的脂肪含量会增加。男人也是，当你随着这个年龄增加以后，你的激素啊、你的肌肉的水平、荷尔蒙都在减少的时候，你的肌肉量在减少。当你承受疲劳，也许你的脑力很发达，但是你的体能在减退，都能引起我们过度疲劳过后过度的休息的反应，这个大脑失衡了会缺氧。所以说，呼吸肌肉的这个力量训练也很重要。如果在打呼噜的过程当中，他突然间停了，这是特别容易被发现的啊。作为周围的朋友啊，哎呀停了，他怎么不喘气儿的，很容易发现。但是反过来，会不会有一些人，他本身有呼吸暂停综合征，但是他并不打呼噜？有一个好玩的例子啊，有的人不是睡眠不好吗？想睡个好觉，他一吃安定睡得很美，可是吃了安定之后打呼噜。有的人从来不打呼噜，到了感冒的时候鼻子堵塞。喉咙、咽喉什么大舌头、小舌头都炎症了，他一吃感冒药又打呼噜，所以这样的问题在心血管病人身上，如果你本来没有打呼噜，在感冒期间，你由于吃的那些感冒药让你镇静，让你发生了打呼噜、缺氧的症状，所以那些感冒病人容易在那个期间得心脏病，有一个原因就是吃了镇静剂让你夜里缺氧，所以我们从医学角度有很多规范去了解。去评价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缺氧，我们有什么外来的措施，吃了什么药会引起你的夜里睡眠呼吸被抑制了、暂停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在临床上会考虑这些问题，才能精准的治疗。对，好，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非常详细的了解了有关呼吸暂停综合征。其实呢，就这个问题啊，我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我发现呢，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还是蛮高的，因为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我们来一起分辨一下这些传言到底靠不靠谱。我们进入传言变的环节。长期打呼噜会导致肾虚吗？小孩打呼噜比成人更可怕吗？呼吸暂停用制氧机也可以，不用非得呼吸机，这说法靠谱吗？整形不当会导致打呼噜甚至呼吸暂停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要命的呼噜。职场健康课栏目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在传言变的环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出今天的传言验证官，有请胖姐。我们看看今天胖姐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传言哈？第一条传言是什么呀？我们第一条传言呀，就是长期打呼噜会导致肾虚。哎，我也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咱们先看一小片儿。好。应该不会，可能会吧。这个我觉得不会，不会造成肾虚的，那么多人打呼噜。哦，这么吓人呢？我觉得应该没关系吧。通过采访，我们发现大部分人并不认为打呼噜会导致肾虚。我们也从网上开始寻求结果，其中有一条写着：中医认为肺主呼吸，肾主纳气，肺依赖肾的协助才能正常呼吸，以吐故纳新。我们继续来问问大家，刚才并不认为长期打呼噜会导致肾虚的人，那打完呼噜后，他们有没有出现过肾虚有关的症状呢？工作的时候提不起精神，头晕，然后有时候会累，尤其是工作一天以后吧，可能会特别疲乏。那么累一点的时候才会有，肯定会有这些问题的。
看来我们采访过的人群里，打呼噜的人生活中多多少少都会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那么，长期打呼噜究竟会不会导致肾虚呢？好，短片结束。哇，这问题好严重啊！长期打呼噜会引发肾虚，你们觉得这个靠谱吗？张红老师，不靠谱，为什么绝对不靠谱？因为我觉得整个听下来啊，主要还是呼吸道啊，这个包括鼻腔啊这些事情，然后它呢造成比如说心脏有一些什么影响和问题，脑有些问题，肾离得太远了，这就是一个伪患者，这是真患者，知道吗？因为我你肾已经有问题了，我那必须有问题啊！不是刘帅，你说真的，别开玩笑，到底有问题，肯定是会肾虚的。为什么呢？你有什么我症状吗？亲身体验啊，真的是夜尿会增多。因为我老婆都给我起外号，说我是企业家，老企业。真的是说你这岁数不大，企业家。我说什么企业家？你半夜老上厕所。确实是它会导致这个问题。刘帅这个说法我也听说过，而且很多人都是就是又打呼噜，然后那夜尿又特别多。但是呢，我就奇怪一点，就是我有时候搞不清楚这个因果关系。就是到底是因为肾虚引起的打呼噜呢，还是因为就像我们说引起的肾虚？对，打呼噜不是百病之源吗？是打呼噜引起的肾虚。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不知道他们谁说的对了。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长期打呼噜会引发肾虚吗？如果说你夜里打呼，从高血压的原因当中，如果一个人高血压可以引起心脑血管的动脉硬化，可别忘了，高血压也会引起肾动脉硬化。那么打呼噜缺氧，它造成了高血压，造成了一些酸性代谢产物的增加。第一是血压。第二是酸性产物的增加，代谢的废物多了，影响你的肾脏或者增加肾脏的负担。从这个角度可以有损肾脏。我们4个同事去出差到上海，其中有一个同事呢，他就是暂停综合征。我们整宿3个人都是这样看着他，完了他一打，我们就都这样。因为他呢，就是这整宿的都这样。你说他少呼吸了多少氧气，肯定对他的5脏6腑不好。甭说他了，就我们仨都是扶着门框出去的。我告诉你，我们哪儿都虚了，因为就是这种憋气呼气。所以我觉得，我跟您说，我不懂什么虚不虚，我觉得哪儿都虚。对，刘畅，我挺你。对，我也同意胖姐的这个观点。其实虚和实可能更多的是中医的一个概念啊。那请王医生给我们说一下。中医讲人嘛，就是我们从大自然来截取这种天地的精华。其实最大的营养物质是我们这种空气，我们把呼吸对了，5脏6腑通过消化以后所形成这种营养物质跟这个空气结合在一起，这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行啊、生长啊、这种发育啊这些表现。而睡眠呼吸暂停，我们身体甚至就是人生中的1/3的时间，你都是一种病态的状态。就是睡眠呼吸暂停非常严重的话，会造成多个脏腑的这种虚。当然，从睡眠呼吸暂停它所造成的这种夜尿频多。很多人的这种精神行为的一些改变、健忘啊等等的这些情况，外加呢还有包括有些人会出现性功能的这种异常，这是我们中医肾虚的表现。所以长期的睡眠呼吸暂停会导致肾虚。刚才马老师还提了一个，就是肾虚会不会导致睡眠呼吸暂停？我也赞同。实际上，肾虚的人更容易就是个早衰，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维持这个正常的一种机能的情况下呢，确实是容易出现这种睡眠呼吸暂停。所以你看都有道理。对，就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和肾脏的这种损伤，这之间是可以是互为因果的。对。那我有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既然您从中医的角度来解释了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关系，那从中医的角度，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对，在这儿呢是教给大家几个小方法，就通过穴位按摩的方法来防止一部分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出现。我还是请东东上来吧。好。来，东东给我们当一模特儿哈。对，我们这个穴位按摩的时候可以这样子，
我们下颌下面这个骨头后面有一个穴位叫做连泉穴，就是我们下颌往下摸的第一个凹陷，这个地方就叫做连泉穴。捏住这个局部的这个组织，压一压，按摩。刚才王医生捏你那一下，你什么感觉？我看你直闭眼啊，我这特疼。一开始动作是这样摁了一下，然后又这样揉，捏住了，捻一下，就摁了一下，我都感觉就有点受不了了，跟钻子在钻一样那种疼，特别疼。啊，那这个疼是什么问题？中医讲呢，就是这种的话叫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说明他这儿确实气血还是不通畅。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连泉穴开始，沿着下颌角这个一路这么按摩下去。通过这种按摩的方法呢，就可以使我们这个局部的这些凝滞的气血慢慢松解开，有助于消除这个双下巴。哇，这还是美容的妙招。我刚才听我就觉得这省了去美容院的钱了。对，没事在家按一按哈。谢谢，也谢谢东东，谢谢。所以这个穴位自己没事的时候，看着电视的时候，经常揉一揉，整个下颌角都可以揉一下。好的。那我们刚才说的是第一条传言哈。好，那胖姐今天带来的第二条传言是什么呢？第二条传言就是小孩打呼噜比大人更可怕。最近有一则新闻说，是一名3岁的男孩因为睡觉打鼾被诊断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已经到了需要手术治疗的地步。那么，生活中儿童打呼噜这种情况正常吗？应该也不正常，这不是正常情况。我觉得小孩子如果打呼噜，那肯定还是问题挺严重的，不正常。看来大家都认为小孩打呼噜并不是正常现象。对此，我们也进行了网络查询。有资料显示，儿童打呼噜是器官病变，长此以往可能会严重影响小儿发育。而且，儿童器官发育并没有成人那么完善，打呼噜很可能会导致窒息的情况出现。那么，儿童打呼噜真的比成人更可怕吗？小孩儿打呼噜，对，因为就我来讲，我觉得啊，大人打呼噜，他这点松弛了，肌肉松弛了，那打呼噜还有情可原。可是小孩儿，你看看他皮肤啊，都是那种紧致的，肉也是那种紧紧的，他要再打呼噜，我觉得是身体里头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先听听马国宁怎么想。这妈妈，我觉得是对的，我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前2天我还买了一卷胶布，还挺贵的那个胶布，它拿来干嘛呢？就是很多妈妈会拿来贴孩子的嘴巴，因为据说哈，就孩子长期张嘴呼吸之后，他整个脸型都变了。就有的小孩，你们看到，哎，为什么有好多小孩小时候长得特别好看，长着长着怎么就变了？这脸就长瘪了，咱们说。对，然后你会看他那个嘴巴就有点这样往前，然后下巴缩进去了，整个脸就变形了。对，其实小孩这个问题有一个专门的词儿叫口呼吸。对，口呼吸。所以你觉得打呼噜，小孩打呼噜这事儿一定要足够的重视。这肯定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王老师很亲切地称我德高望重，说因为你年龄大，然后很多地方都开始衰老，然后才产生一系列的这种问题，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像他这种27岁就开始打呼噜，这都是个别的案例。我觉得小孩他各个地方都还在往上长呢，他应该是很紧致、很紧凑的。在这个时候，你说他怎么会打呼噜？应该有别的问题，比如说他确确实实鼻子里是长了什么东西，呼吸道里面他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对，我特别理解张红老师的那个意思，就是有的时候小孩他打呼噜各种原因，他有可能就是简单的感冒了。鼻子不通了啊，或者他睡的姿势不对，经常有小孩就这样他就能睡着，那窝着他当然会打呼噜，你给他稍微摆一摆，他就不打了。这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不说我自己孩子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什么不管啊，这正常没事儿，是不是你孩子？我不是这意思，不是说不关爱不关心，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它当做一种病，一种社会现象。病的现象就是说，小孩也普遍打呼噜，他这个打呼噜的问题比成年人还严重，这个我认为是不靠谱的。这也反映出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一般妈妈对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的各种问题会紧张一些，爸爸会相对放松一些，神经大条一点，要让他们坚强的成长。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张老师的观点就是说，打呼噜是个非常少见的现象，其实不少见。打呼噜是我们这个进化的一个 bug。你看动物吧，它都是这个不是直立的，
睡觉的时候都是趴着睡或者站着睡，只有人是仰着睡的。仰着睡的过程中，我们的气道就容易被压迫到，然后就容易出现打呼噜。但是不是说这个一打呼噜就一定要怎样怎样啊？你还是要观察一下。如果长期的，然后这种那一定是病态，那可能这个就要引起重视了，是吧？对于孩子打，孩子比如说打呼噜，常见的腺样体肥大，腺样体是在我们鼻咽后部一个淋巴组织，它应该正常在8、9岁呀、10岁左右逐步萎缩了。但有的孩子长期的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可能10几岁了不萎缩，所以这种情况会导致打呼噜。还有一种就是跟我之前说的病例那个老太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一样，扁桃体变大了，这种情况就一定要注意，因为这种我觉得危害是挺大的。小孩因为你正在生长发育，长期的缺氧一定会造成这种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另外一方面呢，很多小孩老缺氧呢，也会造成这种注意力不集中，特别容易烦躁，就这孩子特别不好带，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有癫痫，就缺氧之后造成的。所以要把以马国宁为代表的妈妈的紧张，以及以张红老师为代表的爸爸的放松，稍微中和一下，是吧？哎，就是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要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带孩子看看。也不能完全不管啊，别耽误了孩子。好的，那有关这条传言呢，我们先讨论到这儿。接下来看看胖姐带来的第3条传言是什么？第3条传言呢，就是呼吸暂停，就是用制氧机就行了，不用非得呼吸机。哦，哎，咱们也看个小片儿。日常生活中，很多人睡觉有打呼噜的现象，严重者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那应对呼吸暂停时出现的大脑缺氧，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好的措施呢？用一些机器来辅助。好像现在有药吧，可以治吧，医院可以治。上一种就是制止打呼噜的一种器械。呼吸机，我觉得得用呼吸机，因为就是呼吸机能辅助呼吸。但是另一部分人的回答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们认为使用这种机器也可以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好，呼吸机好像不是干这用的吧？那是什么抢救用的？那制氧机好像就平常就可以用，应该是。呼吸暂停当然是要用制氧机了，有没有吸氧机之类的东西？这制氧机嘛。那大脑缺氧肯定得用制氧机，家里用呼吸机我没听说过。看来两方意见各不相同。那么治疗睡眠呼吸暂停，除了呼吸机，是否也可以用制氧机呢？我刚才没说话，我也有一个呼吸机，但是你知道它戴上，我就是那个口鼻面罩的那个，戴上以后吧，它特憋得慌，它那气儿一出吧，噎得你根本都出不来气儿。后来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干脆我们家有一个制氧机，我说我试试。哎，你别说，搁到鼻子眼里的吧，还行，舒服。哎，对，还挺舒服。所以胖姐觉得这条传言是对的。对，不也是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不就是因为喘气儿不像平常那么通畅，所以它缺氧嘛？那缺啥我就补点啥呗，那补氧不也行吗？是吧？胖姐，您的实践靠谱吗？您区别得了什么叫制氧，什么叫呼吸吗？我亲身体验啦。我觉得哈，如果某个部位就是这个主要是呼吸嘛，对吧？呼吸道里面都被堵上了，已经妨碍你的呼吸了，你制氧有什么用啊？但是在那个就是它相同的状况下，比如它已经堵住了那么多，如果它是制氧机，它氧的浓度不就高了吗？浓度高，你利用率高了，就是还是会有用吧？浓氧进去吸一口是一口，你都堵住了，你什么浓氧吸不吸啊？肯定没有完全堵住呀，张老师，完全堵住就人就没有了呀。那吸多了氧，还有醉氧这么一说呢，是不是？那吸太多了也不合适。如果要是那个通道，比如说嘣儿打开了，那吸什么都可以，空气也行，氧气也行。我就觉得制氧机，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机械，它和呼吸不太一样。我还是选呼吸机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它如果是无论是堵塞或者什么，它导致空气进不去，然后你就一味的去给它灌氧的话，它那个氧太多了，那你
二氧化碳从哪儿出来呢？你看，有关这个传言，大家讨论的那么的激烈，然后分歧那么大，其实挺有代表性的。因为很多这种患者，他们也会做这种选择，就是我想要吸氧机而不用呼吸机，那到底哪样对？不过我觉得咱们职场健康课的嘉宾水平都很高，是因为我们在门诊上经常很多病人根本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是制氧机，哪个是呼吸机啊。我们也准备了几个不同的呼吸机，我们现场来看一下。大家一提呼吸机啊，都特别紧张。大家有的时候看到的那种说什么电视上或者包括现在疫情，有的重症的患者他带的那种呼吸机，那叫做有创呼吸机，就是我们需要插根管到气道里边，然后来帮助呼吸。那种有创呼吸机确实是那种危重症。其实我们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呢，用的都是这种小小的无创呼吸机，没这么可怕。有没有哪位老师过来试一下？哟，马国宁啊，来，有请。我一直以为那个呼吸机就是像头盔一样，传说中面罩一样。那是宇航员。对，传说中戴上像外星人。那是宇航员。高空缺氧的时候给氧气的。像这个呼吸机呢，它的模式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气流，一个压力，然后把我们阻塞的气道给打开。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给大家看，这是一个手套。哟，你看它被吹起来了。对，就是这么一个压力。但是它吹出来的就是正常普通的空气是吧？对，不是氧气，不是氧气，这是只是给一个气流，正常的一个气流。像刚才咱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带了几个不同的面罩来给大家看看。这两个还挺像我们以前那个防雾霾的那种口罩的面罩。对。那这些不同的，它是根据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的程度不同来区分吗？主要还是看个人的选择。当然越小的话，它对脸部的这种面部的一个压迫感是越小。就是看你更适应哪一种，是吧？那我就来马老师用这个吧，最舒适的。好。可以塞在鼻上，那我打开了，你体会一下。您可以，因为现在不是睡眠。哎，我刚戴上的时候好不适应啊，因为它直接破坏了我的呼吸节奏，就是好像被动的一直在我的鼻腔里充气儿，力量还挺大的。对，这是因为您是这个清醒状态嘛。没有阻塞的时候，我感觉挺舒服的。就是我平时呼气正常呼吸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不太能感觉到我吸气吸进去了。但是它这个因为力量很大，我会直接觉得好像从后鼻腔一直到那个咽喉都觉得有气流进来，凉凉的，还挺舒服的。有气儿。对。它这气流蛮大的，因为它摘下来我都能听到呼那种声音，听那个声音。对，呼呼的这个一股子声音。它这个会根据我的呼吸频率调整，是吗？如果你呼吸都是正常的，它就不给力。我感觉到了，我试了一下，就是如果我用力呼吸的话，我就不太感觉到它的那个力量那么强了。但如果我停下来的时候，它就会给气儿你冲开的一下，它一下就冲了一下，就给这个气流，给这个压力。好的，谢谢马国宁的体验啊，谢谢，也谢谢王医生的介绍。那其实就是说，如果有这种呼吸上的问题，你该佩戴还是要使用的，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好像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设备用起来很不方便等等，其实不是的。对，而且有不同模式的选择。当然，就是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么一个气流，有这么一个压力存在，在开始试用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不舒服，这是正常的。我讲讲我先生他戴的那个过程，将近有1个月的时间。每当我夜间醒来发现他不戴呼吸机的时候，我一定要把他弄醒，说戴呼吸机。开始不舒服，慢慢戴上一段时间，他能知道戴完呼吸机以后，比如说他的不会半夜起来胸闷了，他白天的精力会旺盛一些。这种情况他觉得好。尝到甜头之后，他自个儿就主动要求戴了。作为我们呼吸科的医生，我们认为首选的一定是呼吸机。呼吸机给的是一个压力，而不是说单纯是那个氧气。当我们这个气道狭窄它现在已经呼吸暂停的时候，给你氧气你吸嘛，你根本没有呼吸动，这第一条。当你天天给大量的氧气高浓度给你的时候，大脑就说，哦，氧气够了，咱们呼吸就放慢点吧。对，就是追氧嘛。
你要给它大浓度，你说我一次你刚才憋了半天没气儿，我给你点氧气行吗？你以为大脑就这么省事儿吗？你们忘了，恰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小东东说的那句话，我们光知道氧气，我们呼吸有个二氧化碳要呼出来。如果你憋了半天只给氧，我不给你塞饱，也不给你往哪儿去排出去，那我们二氧化碳怎么办？我们人有时候由于二氧化碳在体内蓄积之后产生氢离子，你们经常所说的毒啊，就酸性代谢产物，它会告知大脑，对不起，我憋不住了，赶紧给我呼气吧，把气儿喘出去。你不要光想着吸氧，还要想到把二氧化碳呼出来。所以说呢，单纯的给一个纯高浓度的氧，能够让你的大脑产生懈怠，积极的动员人主动做呼吸动作，而不是您刚才说的吸氧。高浓度的氧还不如你主动喘气儿呢。所以在国外呢，它有一种手表，万一发现你的这个呼吸的频率发生变化，呲儿给你来个电刺激，让你吸口气，也是一种方法。还有这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关键是你要有呼吸动作。好，那第3条传言呢，我们先讨论到这儿。来看一下胖姐带来的第4条传言是什么呢？第4条传言就是整形不当会导致打呼噜，甚至呼吸暂停。好，我们一起来看短片。近日，网上有一则新闻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24岁的女孩因为整形不当，鼻子失去了呼吸的功能，晚上睡觉时鼾声如雷，甚至有时出现呼吸暂停的情况。那么，大家对于这则新闻怎么看呢？我感觉会，就可能是出气的那个部位，就是他整形的时候就不小心给弄坏了吧。知道这电视报过。他们说这鼻子那个做什么那个东西，有这种可能。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这么认为。应该不会吧？不会吧？应该我觉得影响不大吧。你要割个双眼皮，我觉得很难影响到打呼噜的事儿吧。那么究竟整形不当会导致打呼噜吗？哇，整形不当会导致打呼噜，甚至是呼吸暂停啊！我觉得肯定是对的。你看，尤其是那个整鼻子，本来鼻子就是用来喘气儿的，我在里面什么填上这个填上那个，那不就容易堵吗？一堵它肯定就不容易喘气儿啊。我是这么想的。你们几位嘉宾觉得呢？我觉得宇飞，你的鼻子肯定是自己长的，没有被这个整形过，所以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外行的话，是吗？这个鼻子人家只是垫，人家没有说把鼻道扩充的，不需要堵。张老师，您可别忘了，整鼻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一碰，醒了以后这鼻子可就歪了，对吧？他满处跑，对吧？还有的人，刚才王主任也说了。这儿窄没脖子的也有，有的人就为了脸瘦，他把6颗牙都拔掉了，那就造成这儿的窄。再一个没有牙齿支撑，您说说这点肉、这点肌肉更松弛，全往这儿摊，您说说怎么不可能打呼噜啊？怎么不可能呼吸暂停啊？而且这道题啊，一看就没有认真听题。人家都说整形不当，整形不当。是不当，不是说成功，是不当，是不当，明白吗？我们争论这么多，来听听专家怎么来判断这个说法。整形不当啊，会引起呼吸暂停综合征，会这样吗？王医生，本身这个整形本身还是我们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一种治疗方法啊。比如说这种小颌畸形的下巴回缩的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建议他赶快去做这个整形手术，因为只有整了之后，把这个整个下颌的位置一般都是要往前提一下，恢复到正常位置，然后才能保证这个口腔和这咽部有一个正常的体积在。但是确实我们也发现有些整形不当，尤其现在说的叫蛇精脸。搞一个特别尖的下巴，好像要把这边都什么削掉，对，削掉削骨嘛，甚至还有些人会把这个鼻翼变小，啊，就是缩鼻是吧？对，这样会把鼻翼变小，鼻孔小了，包括这些地方这种骨性结构没有，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们亚洲人是比很多欧美人打呼噜要更多见的，这跟我们的骨性结构是有关系的啊。像宇飞就是非常立体的这种欧美人的，就是这种我们叫高鼻大象，你的
骨性结构非常突出。有很多人他本身骨头长得就小，然后再这么一整容之后，整个肌肉的附着点呀、更容易松弛。主要就是鼻子跟这个鼻子和这下巴是吧？对，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对，所以徐博士这种骨相结构，他就不容易得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大脸猫，大脸猫。好，那我们第4条传言呢也辨别完了啊，所以就是在整形的时候呢，第一不能光看美，也要考虑到它可能如果不当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对哈。那既然我知道我有这问题，我能不能通过一种主动的，比如锻炼也好，还是控制也好，我能够增强自己这个呼吸的这种能力呢？您说对了，就这个人啊，如果在有气道狭窄，在偷懒不喘气儿，人的呼吸功能本来就是下降的嘛。如果你长期使用那些呼吸机、依赖呼吸机的人，他的吸气是由吹气完成的。我们的机器可以很聪明，发现你想吸气吸不进，或者你的呼吸停止了，我给你吹个气，这造成的人的呼吸肌肉会慢慢的萎缩掉，他的姿势会萎缩。反过来讲，当你长期在那儿刷去不动的时候，你夜里打呼噜，你的这些肌肉会影响你的呼吸的空间。你的吸气机就会衰退，所以呢，在国外有这样那样的人研究了好多种呼吸的方法。我们上个道具给你们看看。好的。哇，我们这现场呢摆了一堆大管子，这个徐博士，这跟主动锻炼有关系吗？我们呼气的力量也要练，吸气的力量也要练。在我们心脏科经常练吸气机力量，但是在国外这些年啊，他们就用就是那个少数民族的一种吹奏乐器。他让人来练，有的人说：“哎，你不是南非世界杯的那个祖拉吗？怎么吹呢？”这有点像打呼噜，这个。就是你要通过呼气，要吹出那个声调。我们乐器是为了通过我们的力量吹出管道的音调出来。而这个原理呢，认为通过这么长的一个震动。来给我们的喉咙减肥，这话简单吧？其实就要研究我们在疲劳的时候，我们咽喉部的肌肉不受控制了，我们怎么让它保持弹性而不塌陷？怎么给我们那个大舌头、小舌头减肥？怎么给我们这个松弛的脖子减那些多余的肥肉？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震动，能够让我们的气道的肌肉能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那么觉得买这个比较烦。贵的要命啊！后来咱们就搞了一个 PVC 管，拿 PVC 管来吹，这个我就吹得简单了。和不同的内径啊，先做一个简单的做，你们学会？你会吗？你能保持20秒吗？你如果不会吹，来预备一下。哇！就练你的气道的肌肉，在气流下你的血流速度啊，你的压力的反射啊。当你吹气吹到最后，吹了，拿鼻子猛吸一口，其实锻炼你的肺的一些反射性的东西，能造成夜里憋死你，然后猛吸气，猛吸气，然后猛吹气。这还有这么多这些有大有粗的，看你每个人练习的程度不同，你可以不同的找不同的这样的管子去练。不同的管径嘛，有的人嘴小嘛，樱桃小嘴嘛，有的人是大嘴嘛，狮子大口嘛。我们找不同的这样震动，通过不是我们要吹出它的声音，而是通过它的震动来改变我们局部肌肉，乃至我们的气道的压力，让这块肌肉得到锻炼，增强。你说对了啊，我不可以。哪位愿意上来试一下？这我吹不动了啊！咱们俩怎么这动静啊？等会儿，一个一个吹，一个一个吹。是不是得嘟这样吹是吧？我是嘟，是舌头。你是拿喉咙，我们要声波震动，频率越低，速度越快，而且不能使劲儿。不是要放松。嘟这样吗？就这样，你看，哎，你看。哇，能听到，对，感觉是那种声波震动的声音。对，哎，你这个有点像，放急了，就是嘴有点麻。他厉害，他能小，不对了，很好，回家睡吧。
不要憋时间长啊，老年人不主张练啊，年轻的人可以。哎，怎么样？刘帅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吃完这个之后，他晕了，他开始晕了，有点晕感觉。啊，为什么会晕啊？过度通气啊，把二氧化碳吹掉了吗？那口气，增加人的吸气道的吸气的压力和吹气，在你呼气的末端有一个震动，通过这个震动来改善你肺的塌陷和狭窄，这是一项研究。但是呢，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对这个感兴趣。当然，你不要说回家不知道你的这个脑血管血压高低就拿个管子吹，需要测定过后给你做吸气训练呢，还是呼气训练？好，谢谢徐博士的解释。好，我们这个体验呢也进行到这儿。像刚才徐博士说的这种口腔的锻炼，我在临床上经常建议我们的病人呢去学习朗诵。就像刚才说的，通过这个吹的时候也是嘟嘟嘴这么吹。像您这个应该播音训练的时候，发音训练会有这样的专门的训练。再一个就是脚海，就是舌头在沿着自个儿的口腔里边来回搅动，对，然后反过来这样子转。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它练的是我们舌基的尤其舌根的这个力度。本身对改善这个局部的狭窄也是有帮助的。啊，好的，大家还找到了一个业余爱好。练习一下朗诵哈。那么节目最后了，也谢谢我们胖姐，谢谢胖姐给我们带来的4条传言，谢谢。好，关于打呼噜，特别是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件事情，也想请2位专家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些建议。徐博士，2句话，就是早睡早起，别熬夜，有事没事练呼吸。好的，这是徐博士的建议。王医生呢？打呼噜有可能是致命的，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及时的去治疗，及时的去纠正。好，谢谢王医生的建议。所以今天这堂课呢，我们最想做到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打呼噜这件事儿引起重视，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不当回事儿了。它可能不光是影响你的睡眠问题，它会影响到你的健康状况。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